大家好，我係添 Sir， 今次會帶大家行有港版抹茶山之稱嘅雞公嶺。喺秋冬，遍地都係黃色，但喺春夏，整座山都披上咗綠色嘅草皮，真係可以媲美喺台北嘅真抹茶山㗎。睇之前記得撳着個鐘仔同訂閱喎。路線由逢吉鄉上山，先搭上一條好長嘅天梯登上雞公山，然後係玩石時間，逐一到訪每一個石景，包括仙女梳妝石、鰲頭石、蚯蚓石、鯨魚石，跟住就登上貴角石嶺，旁邊仲有一粒好似鑽石嘅掛角石。隨後會先後登上雞公嶺嘅大羅天、羅天頂同龍潭山，最後喺橋頭落山。全程係6.6公里，大約需時係3個鐘，難度係4星。主要嘅難度唔係上山，而係落山嘅浮沙碎石路。另外，因為全程都跑步晒，要注意體力是否能夠足以應付啊！呢條路線嘅 GPS 檔可以掃描呢度下載。好，出發。起點喺逢吉鄉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喺元朗搭小巴603號，直接去到雞公嶺嘅山徑口落車。山徑入口係紅磚梯級，好容易識別，喺電線桿亦都有記號。行兩步後就接上手作嘅木梯級。每級都唔高，好好行嘅，但就非常之長。其實木梯級係為山上微波發射站而建嘅，以方便工人前往進行維修。面前就係呢條路線嘅目標雞公嶺，我哋將會級級而上，攀上最高峰嘅羅天頂。開始呢段嘅梯級已經係全程最易行嘅路，若然已經力有不逮，咁就應該及早回頭是岸啦。路線係會橫跨整個雞公嶺，當中最高嘅山峰係585米嘅羅天頂。期間係要不斷上斜，落山更係浮沙碎石路，絕對唔係一條輕鬆嘅郊遊路線嚟㗎。景觀行一陣已經唔錯，因為逢吉鄉基本上係一片平原，視野係近乎完全冇遮擋。雖然山徑並非官徑，亦都冇路牌，但係山徑係明顯嘅。但由於呢座山比較難行，炎夏亦都好少人去，故此草叢一般都比普通嘅官方山徑較為茂密少少。喺秋冬見到嘅一條大路，春夏就會變得非常狹窄。而唔係刻意走入荒脊，例如蛇豬脊，分岔路其實係唔多嘅。上山呢條路係唔會有機會行錯路㗎。兩旁嘅樹木都好矮，完全唔擋風景。前段都有木梯級，第一個目標就係行到去發射站。間中路段較為崎嶇難行，不過路係非常清晰嘅，望上山仲可以見到整條山徑添。
一路上只要望住發射站行上去就得。沿途都會見到好多嘅支徑，為保育山脊，請盡量都行返梯級嘅主徑。話說，大部分嘅支路都係由非法越野電單車造成嘅，近年已經逐漸少見，山徑亦都因此而慢慢咁恢復過嚟。嚟到雞嘴下，海拔約係220米，隨時回望都可以見到南新圍、大新圍等魚塘，亦都可以眺望到深圳市。由雞嘴下行到去發射站，大約係300米，海拔就要攀升約80米。正正就係前面嘅小山峰，唔算高，路亦唔算斜，盡管行就係啦。慢慢行，唔使急，漫漫長路有排上㗎。不斷上，不斷上，好快就會到。白色發射站嘅位置就係雞嘴嶺。先到左邊嘅小山丘睇睇風景。係欣賞魚塘嘅一個好位置，邊境一帶都可以飽覽無遺，不妨小休一陣。喺白色發射站嘅分叉路口靠右走。然後繼續登上前方嘅雞公山，由發射站去雞公山同樣係300米，海拔就攀升約70米度。路況就變得崎嶇，亦都冇咗木梯級啦。取而代之嘅係原始嘅山徑。喺2021年初，雞公嶺開始進行保育、植被修復，敬請行山人士只留足跡喺呢個主徑，俾山脊一個康復嘅機會。沿主徑上頂。就會見到雞公山嘅舊肥標，舊肥標比1年前崩塌多咗，相信不久嘅將來就會完全崩塌。
雞公山嘅新標高處就喺旁邊嘅山頂，高海拔374米，風景繼續係超級開揚、零死點、無遮擋嘅360度景觀。沿山脊落山，遠處就係大羅天，唔近嘅，單係呢一段就有2.1公里。由起步到依家都只係行咗約1.4公里，即係需要行多1.5倍嘅路程。不過呢一段係比較平緩一啲嘅。當中要先落山，後再上山，路況以碎沙碎石路為主。現時嘅碎沙碎石路已比多年前容易行咗好多，以前係浮沙碎石路嚟㗎。不過經過多年嚟嘅踐踏之後，好多已經被行到一級一級。好似青山般嘅浮沙碎石路已經消失得七七八八啦。一路落至雞頸，即係山坳嘅凹位。小心觀察左邊嘅小方徑，先入去尋石，然後再繼續登山。就喺差唔多再次上斜嘅位置，向左闖入林裏邊。草叢非常茂密，但就唔高。呢個位置真係太少人知道啦。路碑已經幾近消失晒，基本上要踩住草叢爬入去。大約向前行50米左右，朝向大石嘅方向行入去就係啦。面前有一個小石窗嘅大石堆，就係仙女梳妝石，亦即史書記載嘅仙女梳妝台。喺仙女梳妝石嘅右邊，就會揾到鰲頭石。嚟一幅相片，獨佔鰲頭先。影完石就沿路行返出去，只要接返上主徑就得啦。靠左靠右行都冇所謂。當然最好都係跟住自己嘅足跡行返出去啦。點樣行入嚟就點樣行返出去。仙女梳妝石同鰲頭石係全城最難揾嘅石景。若然唔係善於闖林，就唔好勉強啦。回頭望多一眼，可以見到係完全冇路㗎。大家想入去嘅就要記住呢個位置啦。返回主徑後，繼續往上走，跟住向前行約250米，就會見到第3個石景。需跨越前面呢個小山頂。巨型蚯蚓石就喺小山頂嘅後面。
山與山之間嘅路都算係平坦嘅，多數都只係暗斜嘅啫。相比全程雞公嶺嘅路，算係最容易行嘅一段㗎喇。不斷行，不斷行，過咗小山頂之後，就會見到喺路旁嘅超巨型蚯蚓石。形態就似係一條巨型蚯蚓剛剛捐出地面。向住前方山頂嘅大石堆行過去，若見到多條路線，一般都選擇往山頂行上去。石頭都比較集中喺山頂嘅位置，但依次靠右行。行去鯨魚石會近一啲，鯨魚頭有眼有口，加啲想像力就好似㗎喇。跟住嘅石徑要去到前面嘅大石陣。沿路一直行，一直行，細看雞公嶺嘅美態。雞公嶺嘅山脈真係非常之靚㗎，喺春季、夏季，整個山脈都披上咗綠色嘅新衣，同抹茶嘅顏色相似，故此有港版抹茶山嘅美譽。跟住指示行喺主徑上面，亂石陣嘅位置名叫貴角石嶺，左邊嘅掛角石名叫三星功名石，又名老虎祠堂石。有名堂嘅石景已經全部睇完啦。接下嚟主要係登上雞公嶺嘅三高：大羅天、羅天頂同龍潭山。慢慢咁逐一攀上每一個山頂，除咗近山頂嘅位置，基本上都係唔斜㗎，或者咁講，斜極都有限。走喺仿似平原嘅山徑上面，只有小草為伴。想搵一棵高一啲嘅樹都冇，視野廣闊無邊，環境比昂坪、塔門呢啲披滿草坯嘅山頭更靚。山徑多年嚟歷盡滄桑，而家終於可以慢慢回復過嚟啦。記得選擇最闊嘅主徑行啦，盡量唔好踐踏喺其他嘅支徑上面。相信只要再多一段嘅時間，就能夠回復返昔日未被越野電單車破壞前嘅環境。
循暗斜山徑慢慢上山。大路一條，冇咩其他明顯嘅分岔路嘅，即使有其他嘅方徑，都係唔太明顯㗎。換句話講，只要跟住最清晰嘅主徑行就得啦，就唔會行錯㗎啦。轉眼之間就見到標高處啦。亦即嚟到雞公嶺嘅大羅天。大羅天高572米，係雞公嶺第2高嘅山峰，同樣擁有360度零死角嘅靚景，可把攬整片神州大地，絕對有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。前方就係大刀屻，後方就係大帽山，以及身處嘅大羅天，就係傳統嘅三大。愛好跑山嘅山友一定唔會陌生，全程約係25公里，三大上三大落，絕對係體力嘅極限挑戰。望向主峰羅天頂行過去，大約係200米嘅路程，上落波幅唔大，慢慢行就到。踏上呢條路線嘅最後上車，沿路直衝上山頂就係啦。呢段路都幾斜，儘管不斷向上行，幾步路就到。羅天頂高585米，係雞公嶺嘅最高峰，山頂冇標高柱，只有幾嚿大石，風景非常遼闊，不妨多睇一陣，隨即就會落山㗎喇。接下嚟前往雞公嶺最後一個山峰龍潭山，正係前邊矮少少嘅山峰。其實佢都唔太矮㗎，只係比羅天頂矮35米，比大羅天矮22米嘅啫。所以行起上嚟就好似環移過去一樣，上落唔大之餘，基本上都係落山多過上山。越過一段崎嶇嘅碎石山徑之後，一轉眼就去到龍潭山嘅山頂。龍潭山係一小片平地，同樣係冇標高柱㗎，主要景觀係下邊嘅蕉徑，其他就跟大羅天、羅天頂差唔多。冇咩大分別。現時大約行咗全程嘅70%路程，往後開始係落山，即係話餘下嚟嘅30%路都係落山嘅路段。上幾多就要落幾多，身處於海拔550米，即使碌落山都要啲時間，大概需要1小時啦。落山嘅枝徑比較多，
部分係殊途同歸。將目光放遠一啲，目標係要行到去正面下方嘅小山頭。由於右邊有多條嘅支徑落山，為免行錯，建議大家靠左行，比較冇咁容易行錯路。當然都係有頂上頂，並非一味不斷靠左啦，亦都要分析路況而選擇嘅。隱約可見到周圍都有朦朧嘅山徑，有大路行大路就冇錯啦。如果行錯咗，部分係殊途同歸嘅，可折返返主徑。有一啲以前嘅分岔路幾近完全消失，直去係上頂，右邊其實係有一條路繞山腰行嘅。去到大石嘅盡頭，開始急速落山，明顯落斜嘅斜度大增，開始難行咗一啲，碎沙碎石路又多咗一啲。不過好快就回復平坦嘅泥路山徑。去到呢個位置要小心一啲，接二連三嘅分岔路要小心咁選擇，總係要靠左行。觀察前方，亦會見到有分岔路。路線係要走往最後方較綠嘅山頭，而唔係靠右落山。清楚路線之後，就慢慢行過去。有一樣嘢要留意，萬一遇上大霧，行雞公嶺係比較麻煩㗎，因為雞公嶺並唔係官方山徑，佢冇路牌、標高柱等等。假若突然颳起大霧，能見度會因此而大降，會大大影響目視辨別方向嘅判斷力。呢個時候就需要用手機嘅 GPS 嚟協助落山，最緊要手機有電。右圖就係 teamhiking.com 地圖內嘅 GPS 定位示範，現時嘅定位、高度都一目了然，咁樣落山就安全啦。終於行到去剛剛話要注意嘅分岔路口，方向係要向前行。右邊嘅分岔路係落打石湖。山徑亦都係好行，而且明顯嘅。循左邊嘅斜坡繼續落，呢段路嘅浮沙碎石比較嚴重，掌握好平衡，慢慢落。目標係前面較翠綠嘅小山頭。呢段路可算係全程最爛嘅路。由於兩旁都冇樹木可作扶手，所以就只能夠靠自己嘅平衡力啦。跨過正面嘅小山丘，然後會踏入充滿樹木草叢嘅林徑，亦正式離開雞公嶺嘅黃土荒地。沿大路繼續落山，
山徑既窄又崎嶇，路況不佳，跟上山一段完全係一個天一個地，仲以為喺度落緊米粉餅，真係少一啲新手都唔得。過咗路牌之後，開始留意右手邊嘅方徑，要打醒12分精神，因為隨時會衝過龍都唔知。就係呢一片嘅小空地，其實係一個分岔路口嚟㗎。向前行係去蕉徑，向右行係落橋頭。記住要轉右，路口係未必有絲帶㗎。山徑嘅路碑係明顯嘅，但可能夏天會朦朧少少。呢一段嘅山徑比較窄，係正常嘅泥路山徑。普通斜道行係易行嘅，只要望實路碑慢慢落就得。過往嘅秋冬季，呢條路係好闊㗎，而家嘅草叢密密程度，只會夏天先至會見到。越過石屎引水道後，踏入最後嘅300米。以剛剛嘅石屎引水道為例，大家可以見到秋冬條路係幾闊㗎啦。方徑就係咁樣㗎啦，少人行就會草叢橫生，呢一種情況夏天好常見。單睇眼前嘅影片，你真係估唔到秋冬竟然會寬闊到咁樣㗎。轉眼間就接上石屎路，跟住靠左行，沿石屎路一直行落去就係啦。嚟到呢度，不如做一個簡單嘅總結。雞公嶺唔係入門嘅山徑，要求有相當嘅體力先至能夠應付。由於全程都非常暴曬，天氣炎熱會倍添吃力，秋涼行係舒服好多㗎。嚟到山徑嘅出口，前面已經可以見到馬路，最後利用橋梁環渡雙魚河，就接上粉錦公路。離開嘅方法好簡單，只要靠右行，行幾步就會見到往元朗同上水嘅巴士站，亦可以選擇途經嘅小巴離開。今次開心愉快嘅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！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搵行山路線記得嚟 game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！拜拜。